巴基斯坦公布歼十 C 参数，涡散石的推力太令人意外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自中国向巴基斯坦批量出口歼十 C 战斗机以来，巴铁就不断的凡尔赛，展示其比印度阵风战斗机更加优越的性能。近日，巴基斯坦空军在歼十 CE 宣传画中标注了一些性能参数，而发动机的推力让人有点意外。巴基斯坦军队标注的重量、推力、航程、高度等单位均为英制，我们折算成公制的单位后，摘要如下：歼十 C 战斗机的空重为 9.75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 19.28 吨，发动机军用推力 9.1 吨，加力推力 14.52 吨，战斗航程2592公里，最大平飞速度 1.8 马赫，实用升限 1.7 万米。其他的数字我们先不谈，单就歼十 C 所用的出口型涡散石发动机的参数就非常令人意外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似乎只有歼20战斗机所用的涡散石 C 的推力能够超过14吨。此前，美国媒体曾经猜测，涡散石 C 的最大加力推力可以达到 14.9 吨，相当于美国 F-22 战斗机所用的 F-119 涡散发动机的 91% 的水平，已经赶上了俄罗斯 RL-41F 发动机的水准。歼十 C 最早使用的 RL-31F 的最大推力也就是12吨多，这款发动机的基础型的加力推力只有 11.2 吨。涡散石同样是推动比达到8的第3代涡散发动机，多出2吨的推力可不得了，充分证明中国在涡散发动机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。过去许多网友经常调侃涡散石的发展改的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为了降低研制难度，涡散石的核心机是以国外发动机为样板研制的，与美国的 F110 发动机的核心机相似，而 F110 系列发动机就是配装 F16、F15 战斗机的动力装置。那么经过多年改进，涡散石已经发展出了多个型别，比如最早期的涡散石 A， 加力推力大概在 12.5 吨左右，其中期型别是涡散石 B， 其加力推力提高至 13.5 吨，而现阶段使用的是涡散石 C， 有报道说其加力推力已经接近15吨。那么具体的数据是多少，我们无法证实，但有一点很明确，那就是经过不断的改进升级，涡散石发动机的安全性、可靠性、使用寿命以及推动比和最大推力等指标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。涡散石的性能之所以能够大幅度的提升，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设计、加工以及材料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和进步。一般而言，如果发动机涡轮前温度提高50度，推力大约可以提升 9%。按照现在的改进和发展速度，可以期待涡散石发动机的推力能够再提高1000公斤左右。歼十 C 使用推力 14.5 吨的涡散石，证明中国现在量产的涡散石发动机就是这个级别的版本，并不存在所谓出口型的侯版。也就是说，未来我们给歼十1B、歼十 A、歼十 B、歼十6换装的很可能都是达到涡散石 C 级别的发动机。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双发战斗机增加5吨推力所带来的性能改善，这个真的可以说是惊喜了。涡散石的技术进步可能还不仅仅表现在推力方面，还包括维修性、安全性、使用寿命等等。巴基斯坦最终下决心采购歼十 CE， 肯定做过全寿命成本核算，说明该机的相关技术指标相比于 F16 一点都不差。至此，我们可以说中国战斗机的心脏病问题已经获得了根本解决。至于有人说 F-22 上使用的 F119 发动机还要更加先进，这话没错。弥补差距或赶超的使命将由涡散15来完成。配装在 F-22 战斗机上的 F119 小涵道比涡散发动机的加力推力大约为 15.5 吨，而且这种发动机增大涵道比后的改进型 F135 的推力已经达到了18吨，并且装在了 F-35 战斗机上。按照美国人推测，
涡扇10C 的推力已经达到了 F119的91%，那么意味着中国在研制涡扇15时，也可以搞出系列化的产品，比如先打造出一款涵道比为 0.25、加力推力超过17吨的涡扇发动机，再发展出推力超过19吨的涵道比在 0.5 左右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。未来再进一步放大涵道比，并取消加力系统，就可以为大型运输机、旅客机、预警机、加油机以及战略轰炸机打造出系列化的新型动力装置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中国在军用发动机的产能方面也有大清洗、大进步。按照目前歼10C、歼16、歼20三型战斗机的产量来看，再算上我军将用涡扇10发动机逐步替换其他机型上使用的 RL31F 发动机，那么涡扇10的产量将会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。涡扇10列装的机型越多，使用的时间越长，改进的机会就越高，那么其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也就会越来越好。当然，其推力等性能也会不断的得到改善和提升。总之，涡扇10虽然只是第3代的涡扇发动机，但该系列发动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仍然会是中国战斗机的主要动力装置之一。其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，证明中国战斗机不再有心脏病了，或者说，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产业正在进入自由王国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